父亲给他一本只有3招的武功秘籍，夜晚睡不着，他决定按照书中练习，但没想到挥舞一剑后他就停不下来，汗水虽不停流出，但整个人都神清气爽。他不记得挥剑竟这么有趣，前世虽然也在不停练，但等待他的只有疼痛，就算模仿别人也要上千次的练习，但他的一举一动父亲都了如指掌，每天的行程都有人汇报。他的父亲是有史以来最强者，他的家族更是赫赫有名的南宫氏族，家族里人人都崇尚武学，男孩的哥哥们更是继承了父亲的天赋。他也曾拼命修炼，不想辜负家族的名誉，但天赋本就不高的他丹田还突然破碎，现在想想浑身还都在颤抖，所以这是他不会再去竞争家主之位。一切的开始源于南宫家族竞选家主那天，大家都在讨论谁将夺冠，他的3个哥哥都是人们讨论的目标，谈论他时都觉得是个笑话，人人都称他为垃圾。这时一个老头来到他的身边，男孩并没有理会对方，坐在自己对面。老者告诉他自己的家人8年前被杀，男孩现在的状态很像当时的自己，如果他回到从前就可以避免悲剧发生。8年了，他虽然找到了办法，但是不敢尝试。男孩不想听疯老头说疯话，随即起身准备离开这里，差点摔倒时老者瞬间将他扶住，甩开老头后他离开了这里。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去何处，因为他也无法再回到自己的家族，身上所有的钱也都用在了客栈。最可悲的是还遇到了劫道的人，听说他没钱时对方一剑刺在他的身上，上前搜查时发现男孩没有说谎，只有一张破坏的废纸，抱怨一番后便离开了这里。男孩看着那张纸想起了什么，应该是那个老者塞给自己的，而且写的什么自己也完全看不懂。这时他的记忆慢慢涌现，他的努力到最后也都是白费，也许死掉是他最好的解脱。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，真的累了。当他再次睁开双眼，竟变成了小孩，周围的环境让他很是熟悉。难道他真的回到了从前？就这样他过了1年还是不太适应，他知道成年后还要面对家族鄙视，他前世没有天赋，还在拼命的努力，这是他也没有信心可以超越哥哥们，所以他要想个办法过上舒适的生活，那就是逃离这个压抑的家族。今日是他们主人幼儿园毕业的日子，南宫家的血色部队特来护送回家。男孩在这里偷偷卖了8年的古董，要离开这里还是有些不舍，但想到已经没有什么可卖，也就安心了。在这个武学大家中，他却一点都不想修炼。这几年哥哥们应该都在刻苦习武，来接他的队长在家族外也算出类拔萃。队长见少爷能健康的成长很是欣慰，毕竟长老院中断了少爷的补助，这样的条件下还能积极长大，他们一定会安全送他回家。随后便请少爷上车，所有人都在家里等他。马车上，男孩一直在思考队长的话，长老院中断补助应该是真的，奇怪的是这几年的补助比正常的还多。思考之际，他已到达目的地，这扇门后的家族直系都在等他，不是为了欢迎，而是观察他的资质。他会按照计划尽全力出丑，让那些人说自己没有习武的天赋，然后就可以带着钱开心的离开家族。不然他被一阵威压所吓到，没想到那个人竟会出现在这里。当今最强武神南宫氏族家主，也是他最怕见到的父亲。他记忆中父亲从未参加过这种活动，不知道自己的计划能不能骗过父亲。家主让血色队长先行离去，随即询问他为什么不向父亲请安。他不是不请安，而是威压让他不能动弹。见儿子这么没礼貌，家主准备杀掉下人。男孩不想牵连唯一在乎自己的女仆，终是克服了恐惧，连忙向父亲请安。见此，父亲没有多说，转身离去。随后家族为归来的少爷开始了宴会。宴会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哥哥们，前世他还在和3个哥哥争位，这时他可不会再做傻事，要尽全力表现出自己的友善。争夺家主就交给哥哥们，他会置身事外。宴会结束后，客人都被请离了这里，因为只有直系才能看到少爷的测试。客人离开后，长老让人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，今天将测试他们小主人的天赋，共有3个测试需要他来完成。第一项是测试他的力量，只见少爷轻松举起了一个小铁球，众人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他的哥哥们可是都举起100公斤往上的，他连50公斤的铁球都拿不起。长老只能进行下一项敏捷的测试，只见他上去不到1秒就掉了下来。第3项是测试他的感知能力，男孩发现只剩哥哥们和一些核心在观看，现在就算给他家主他都不要。父亲远远地看着小儿子的测试，他暂时也没看清儿子的目的。第3项测试会将南宫家独门心法运转少爷全身，他要记住路线，自己再次运行，这正是男孩等待的机会。男孩在幼儿园进修了8年归来，只想家族觉得他是个武学废柴，他将家族心法胡乱运行，损坏经脉。为了不让人识破，他只能忍痛坚持，只要能逃离家族，就算受伤也没有关系，毕竟家族的医生和灵药都是最好的。当众人觉得他这个状态好像不对时，男孩已经一口鲜血喷出，随即倒地晕了过去。长老连忙命人去找医生，此时家主来到，让他们不用再管，命长老去把神医叫到他的房间。话落人已经消失在了原地，3位哥哥见此都陷入沉思，他们的父亲难道更在意自己的弟弟吗？另一面，长老已经来到神医房中，他实在看不出此人到底哪像神医，只能上前赶紧将他叫醒，表示家主找他。见对方不理会自己话语，长老表示如果他不去，家主会在他身体上开洞。此言一出，果然奏效。神医走后，长老陷入沉思，他知道小少爷的补助应该早就断了，
没想到竟活到现在还得到家主的关注，难道是因为太像已逝的夫人才会这样吗？几天后，男孩睁开双眼就听到旁边的谈话。神医没想到当今竟还会有天武之体，男孩不知他们在说什么，只觉得身体不同反而充满了力量。他以为自己晕了已经有几个月。神医询问韩哲，他的儿子好像不是很聪明。男孩知道连大门派的掌门都不敢直呼父亲的名字，不知眼前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此时神医表示是他救了男孩，男孩表面感谢对方，心里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装病，他只能再想个办法离开家族了。父亲虽不知道他到底在耍什么把戏，但早晚都会知道他的想法。男孩从未和父亲聊过这么久，他觉得这时的父亲和之前不太一样。这时神医询问他有没有哪不舒服，男孩从未感受到如此精力充沛。神医表示如不是医治及时，他已经死了。男孩经脉异于常人纠缠在一起，导致他的资质再努力也不会很高，像他之前那样强行解开也会恢复原样，如果再有一次经脉就会粉碎。男孩没想到自己的计划这么危险，随即再次感谢神医救命之恩。见男孩算有礼貌，便询问他的姓。男孩告诉对方自己叫南宫大昭。神医表示两个天武之躯出现在一个家族，不知道以后会对武林产生怎样的影响。这时家主打断了他们的闲聊，他只关心小儿子还能不能习武。神医表示他大部分的武功都无法练习，哪怕是南宫家的清心功法，强行修炼只会经脉破碎。闻言大昭异常高兴，父亲则叫出暗影守护者，命他去取些东西过来。随后一本基本剑法交给了大昭，但只是小孩子才会修炼的基本剑术，不用内力亦可修炼学会。儿子觉得父亲又一次放弃了自己，昏迷了几天，他决定先去填饱肚子。这时男孩还不知这本秘籍将会改变什么。回到府邸后，女仆们见他没事很是开心，他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得到那些人认可，这里的姐姐们才是在乎他的，在这里他才会感受到家的感觉。当然逃离家族的计划还要继续，但神医说自己竟是神武之躯，他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种体质存在，其中最好的体质就是天武之体，一个时代都不一定出现的体质。但他没感觉自己哪里不一样，更不可能10年内超过他的大哥，所以他还是乖乖的计划下怎么逃跑比较好。夜晚他怎么也睡不着，觉得看看书可以帮助睡眠。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突破到达顶点，与其说是本秘籍只有简单的3招，多数都是作者的自述。书中说普通人练剑都想终点在哪，威力强大的剑气、御剑之术，甚至是拥有剑心，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起点的重要性。作者已经精通世间一切剑法，他用自己的理解将剑法划分为3：天行、地行、人行，掌握这3个动作就可以使用任何剑法。大昭觉得作者更像个骗子，但下意识还是看向了一旁的宝剑。另一面，家主和神医在屋顶看着整个家族，每个空地都有人在对练。神医觉得这种景象真是可怕。这时一个身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，正是小儿子拖着剑走出房门。大昭前世挥剑少说也有几万次，这种基本的剑术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真的就只有3招而已。这种秘籍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出，但不知为何他还是想睡前再挥舞几次。不一会，神医的表情变得惊愕，他怀疑家主是不是对那孩子做了什么。家主表示自己什么也没做，儿子只是在单纯的挥剑。神医知道家主给他的是剑皇的真经，但那也只是3大基本剑法而已。男孩的状态他还是无法理解。家主看着儿子没有多说什么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太阳即将升起，神医询问男孩是不是进入了无我之境，只有天运跟随才能勉强进入的状态，不仅能在这里得到答案，也能找到新的道路。家主告诉神医，他的儿子只是在挥剑，虽是一个身体虚弱连内功都没有的孩子，但武术这个广阔世界的大门正在为他打开。夜晚睡不着，他决定按照书中练习，但没想到挥舞一剑后他就停不下来，汗水虽不停流出，但整个人都神清气爽。他不记得挥剑竟这么有趣，前世虽然也在不停练，但等待他的只有疼痛，就算模仿别人也要上千次的练习。屋顶上，父亲和神医一直看着少年，他们知道少年的体内如同干涸的大地，所以神医不能理解现在的情况。家主表示他给少年的剑法是剑地所著，虽然他没有自己那么有名，但是所有人都可以学习这项剑术，就算是无法学习功法的小子，人们可以通过武功强身健体，亦可用武功来修复受损的身体。神医算是明白为什么少年身上有内力聚集，家主倒感觉那个剑地有些意思，他想看看自己的儿子会有怎样的表现。此时大昭反应过来已是清晨，他本已放弃习武想逃离这里，但现在有体力的话自己却想挥剑。这时女仆找少爷去洗漱，他才结束了挥剑的练习。神医询问家主少年会不会知道自己的改变，家主见儿子离去也不准备多聊。神医知道少年那颗种子已经形成，难道是因为天武之体的原因？随后他为少年再次检查病情，没想到他的伤势恢复得这么迅速，神医真羡慕少年的年轻，然后便离开了这里。大昭知道第一个计划失败了，他只能再想第2套方案。南宫家族崇尚力量，内部更是按此划分阶级，一切都是因为他父亲传达的思想，只有强者说的话才是正确的，但这些都和自己无关。随后他来到了修炼场，本以为这里会人满为患，但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。疑惑之时，几人回到了这里，通过几人的谈话得知他们是去观摩剑法。
随后他们谈起了家族的小儿子，听说是个彻彻底底的废柴，而且会和他们一起参加修炼场的考核。想要成为正式南宫弟子，就要通过这里考核。考核一个是等待年度的评估，还有一种就是打败这里的所有学员，被学员称为无畏比武。他的哥哥们分别用了30天、60天与90天。这种通过方式本就是疯狂的行为，毕竟来这里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前世的阴影现在还在影响着大招。随即他悄悄离开了这里，他只能等1年1次的年度评估。第一个计划被神医的出现搞砸，第二个计划他一定要成功才行。他5岁熟记4书5经，8岁考取功名，10岁时器官消失在这个世界中，再次出现时已是南宫氏族的副军师。今日他亲自来接小少爷去修炼场修行。就在刚才，小少爷开心的准备去练剑，他只要挥剑100年就能积攒30年的功力。就算这样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坚持。他知道今天会有人带他去修炼场，没想到进来了个大人物接自己。他自我介绍他是南宫旁系，名叫真昌，所以和他说话也不用那么拘束。见此，大招询问是谁让他来此，对方表示当然是军师命他前来。大招知道那人和哥哥们关系不好，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会来找自己，随即他也不多想，便准备和此人去修炼场。真昌表示不愧是小少爷，他在南宫家出现就是因为这世上有太多傻瓜，但见到小少爷觉得很是聪明，脑袋里不是只有武术的木头。他询问少爷可不可以提个问题，就是和他一起去征服整个武林。他来南宫家其实是为了打垮这个家族。闻言，大招终于知道为什么都称他为疯子了。他询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也问过哥哥们，真昌表示他已经问过3位公子，但都被他们所拒绝了。大招询问他的计划是什么，听到还没有计划，大招决定不理会此人，并表示自己对他的计划没有兴趣，然后便催促其赶快陪他去修炼场。和这样的人接触太多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计划。随后两人来到了修炼场，真昌很热情地和众人介绍小少爷，众人知道他是谁后都将他视为对手。大招知道不用多久那些人就会对他失望，没想真昌竟说他是要征服南宫家这帮傻瓜的人。闻言，所有人都觉得有被冒犯到，但真昌没准备停止继续介绍他会是将来的家主，气得大招一拳狠狠打了过去。趁在场的人都没反应过来时，大招让大家不要在意这个疯子的话，连忙带着真昌离开了这里。医务室里，神医竟在这里出现，他检查后表示真昌并无大碍，不知道小少爷为什么将他打晕。大招连忙岔开话题询问神医会常驻家族吗？神医表示在这里有吃有喝有住，最重要的这里有个有趣的家伙。大招拜别神医后觉得很奇怪，前世他不记得神医会出现在这里，难道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未来？但这些都对他的计划没什么影响。不久后，真昌醒过来，这是他第一次被人打晕，他终于找到了那道光芒，那个人必会改变这个愚蠢的家族。他将小少爷奉为黑暗中的明灯，世人在他眼里都是愚蠢的猛夫，他一定会帮助少爷颠覆整个武林。神医以为他诊断有误，其实对方伤到了脑子，但听他自我介绍并认识自己的话，那一定是那个疯老头说的人。他们的家主吸引着能人前来辅佐，看来小少爷吸引了此人跟随，但那个人思想感觉已经不正常。神医决定找那个疯老头谈谈。此时大招回到了修炼场，他不理会众人目光，练起基本剑法。他要让人知道自己毫无天赋，年度评议时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无药可救。这次的计划他一定会成功，想到此心情就无比开心。但没想到真昌竟在府邸等候。另一面，神医和家主找到了军师，将真昌的想法说给了对方。军师知道那个孩子不太正常，但他帮了自己做很多工作，将来自己的位置也只有他能胜任。神医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纵容那个孩子，军师表示太聪明对他们来说就是诅咒，运筹帷幄让他的人生很是无聊。直到遇到了南宫家族家主，那个孩子和他一样觉得无聊，但现在他应该已经找到了有趣的事情。大招不知道真昌为什么一直缠着自己，真昌表示他和小少爷的想法一致，想离开这个家族然后统治江湖。大招表示他很爱这个家族，没有那种想法。真昌倒很好奇小少爷为什么要离开这。大招不想对方破坏自己的计划，转移话题询问其准备怎么办。真昌表示他们可以先去推倒少林，如果他们在混乱时代，此人可能会有所作为，但现在毕竟是和平年代，大招可不想去打倒任何的门派，他只想低调且长寿的活着。真昌以为是坐吃沉睡的龙仙，不忍麻烦。大招表示只想在好山好水的地方生活，真昌则以为是要征服水路和陆路。他很佩服小少爷的宏图壮志，从今天起他会将小少爷称为主君。大招实在说不通，让其先等待1年。闻言，真昌很是兴奋，终于有了盼头，但他不知道小少爷只是想拖延到计划的完成。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后，众人都在嘲笑大招每天只练习基本剑法，这正和他的心意计划按部就班。而且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很微弱的内力开始充斥全身。思考之时，真昌又来找他，表示家里已经准备好了饭菜。大招知道这里人都在嘲笑他，而真昌还一直很积极地称他为主君，他不愿多想，准备先回家吃饭。真昌面对嘲笑主君的人没有说话，只是眼神的对视，众人已不寒而栗，随后开心地追赶自己的主君而去。他知道少爷身体虚弱，特准备了大量药丸。小少爷以为只是普通的补药，没想到对方告诉他是2级大还丹，是少林特意送给他们家族的礼物。
少爷怀疑真假，因为他给女仆也在品尝。思考之际，他的内力竟奔涌而出，但他根本不在乎，毕竟他也不准备习武。真昌却知道这要对少爷的帮助有多大。年度评估的日子终于要到来，真昌疑惑君主怎么一点也不紧张。大昭表示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真昌也等这天等了许久，并表示自己已经制定好了计划。他们终于可以打倒武神，然后一统江湖。大昭可不想和他胡闹，他会输掉今天的所有比赛。比赛开始前，所有人都无法平复心情，只有大昭觉得毫无压力，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比赛的结果。当所有人进入赛场后，大昭开始紧张了起来，因为他的父亲静坐在上方观看，他的3个哥哥也出现在这里，甚至军师也来到了此处。这和他计划的可不太一样，前世他不记得会有这么多人出现。更让他苦恼的是，那个人在不停地给自己加油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。这时裁判宣布评估规则，一共有2项通过评估的方式，一是他们可以自己选择部门代表挑战，另一种是正常比试5场，但会由各部门选择此人去除。介绍完规则后，评估正式开始。第一场评估的人叫南宫焕，大昭记得前世他是个了不起的剑客，所以没有变化，他通过了评估。但大昭却觉得南宫焕的剑法有些瑕疵，如是他的话会举剑抵挡后破解。他觉得如果他想也可以通过比试。第2场评估竟没有人再主动挑战，见此大昭决定上场完成计划。见到主君上场，真昌也很是兴奋，他希望主君将自己的才能全部展示出来，但大昭根本无心胜负，直接输掉了比赛。真昌不明白他的主君到底在干什么。随后大昭开始了自己的表演，看到真昌的表情，他很是高兴。他的父亲看着儿子也没有说什么。此时看台上所有人都在嘲笑小少爷，真昌将怒火都发泄在这些人身上。就在大昭觉得自己的计划应该可以实现时，他的父亲开口，觉得今年的比试相当的无聊，那种威压使全场瞬间鸦雀无声。大昭顿感自己的计划要出变，家主觉得现在孩子的比试犹如玩笑，与他们最强氏族的名号完全不符。在这种威压下，无人敢说话。这时真昌表示自己有一个大胆的提议，大昭闻言顿感不妙。真昌请求来一次直系后裔的对决，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是一惊。家主询问3儿子愿意与弟弟一战否，如果不愿意的话可以拒绝。话落3公子已经直奔比赛场地，表示自己愿意和弟弟比试一场。这种情况他只能同意。计划本来进行得很顺利，全怪那个疯子再次搅局。其实真昌已经洞悉了一切。当日他给主君的药丸其实不是大还丹，而是能提升数十年功力的药丸。但主君的身体完全没有变化，当今世上只有一人也会这样，就是南宫氏族的家主。所以今天他会把主君的价值全部展现出来。家主命3公子不要使用内力比试，因为弟弟的身体原因，他们用招式即可。3公子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与比试，他会很认真的对待。随后一招直接轰下烟雾四起。看着地上的大坑，大昭心有余悸。3公子知道他对武术不感兴趣，但今天的比试他不想看到弟弟输得那么难看，希望弟弟可以认真对待。见避无可避，大昭只能运起基本剑法，用天行剑法瞬间击中哥哥的双臂，想要减轻攻来的威力，但剩下的力道他还是不能承受，只能运用技巧抽身而出。同时3公子的攻击落空，再次将地面轰开。看台上真昌很兴奋，这才是他的主君。3公子则很费解，弟弟到底做了什么。大昭表示自己只是下意识的闪开。此时看台已经开始议论纷纷。3公子觉得有些丢脸，他要看看弟弟到底怎么闪开的。大昭没有办法，再次运用人形剑法击打哥哥的手臂和手腕以及脚踝，然后再次接下了攻击。3公子没想到对方每次都先卸掉自己的力道，好像可以看破自己的剑法一样。当再次出招时，大昭的木剑竟脱手而出，并表示比试是自己输了。看台上都觉得这个结果是必然的，真昌却不明白主君为什么认输。大昭准备就此下台时，3公子叫住了他，表示知道大昭是故意输的，随即向父亲请求再次比试，这次希望可以用真剑对决。闻言，家主表示很感兴趣。大昭见此表示自己连握剑的力气也没有。军师和公子们没有出言阻止，因为军师也看出有些问题，而大公子觉得应该认真决出胜负。再看3公子更是愤怒到了极点。这时家主开口同意了他们再次比武，如果小儿子不同意可以自废一臂。大昭对此很是费解，难道大家想看到自己失去一臂？家主表示3公子只能使用一招，但可以使用3成内力比试，如果小儿子拿不动真剑可以继续用木剑。大昭没想到这个家族对武学的狂热竟如此疯狂，他故意输掉比赛竟惹怒了哥哥，如果再不认真比试，对方就要废掉他的手臂。为了保住手臂，他只能拔剑应对，毕竟他只要挡下对方一击就行。赛场上众人都在为他们加油，大昭如同听不见呐喊之声，他的眼中现在只有哥哥的存在。当对方出招的瞬间，他已看清那种威力可不是木剑能媲美。大昭再次使出地形剑法应对，但同一剑法已被哥哥识破，他并没有别的招式可用，只能脚下抹油先拉开距离，随后将3种形态剑法汇聚到一起，全力迎接哥哥剑招的到来。双剑相碰，爆发巨大威力，连真昌都替主君担心起来。再看大昭此时已经要坚持不住，但为了超越友谊的手臂，他不能认输。看台上的神医发现了少爷的不同，
如同干涸大地的少爷竟如雨后春笋般发芽，但这些还是不能让他胜过哥哥。虽有意外，但还是输掉了比赛。赛场的医生连忙上前查看伤势，真昌看着主君竟异常安静。神医觉得这不像他的性格，他没有多问，因为少爷的伤口很深。这时三公子竟抬手斩断了自己的佩剑，他低估了弟弟的实力，最后一刻使用了5层内力。他向父亲表示是自己输了才对。大昭在睁开眼睛已在医务室，此时胸口传来剧痛之感，让他回想起之前被哥哥所伤。好在自己的双臂完好如初，真昌也替主君高兴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听到此人的声音，大昭怒火中烧，他的伤势完全是因为真昌所致。真昌向主君道歉，并表示最后他赢了比赛。这时神医听到声音，知道少爷已经醒来。大昭连忙询问疯子的话是什么意思。神医表示比试确实是小少爷赢了，三公子因此准备闭关3年好好修炼。真昌也带来了家主的奖励，就是万学书库的3天许可，那里有万种以上的书籍，其中更有尚未被人发现的宝藏。进入书库的人武功都有飞跃的提升，可以说那里就是武学人的知识宝库。闻言，大昭觉得他不需要，并不想进入。见真昌发疯，大昭询问其知不知道他的理想。真昌很清楚主君想像只老鼠一样虚度余生，但他的梦想现在已不可能实现。之前他可能是躲在暗处的老鼠，但通过这次比试，主君的存在昭然若揭，以前安静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。其实主君想要逃离家族还有一个办法，在虎穴中要么杀掉老虎，要么成为老虎的国王，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先培养自己的势力。大昭已经想好了先从哪开始，那就是先好好修理一下真昌。他的计划都被真昌所破坏，难道只能按真昌所说？南宫氏族全都是武学疯子，想要在这里生存，那就只能习武。没有办法，大昭只能先冒险一试了。在比试中，他表现出了惊人的潜力，必会引来一些人的投靠与嫉妒，他的生活将会因此发生巨变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，肯定会遭人利用，所以小少爷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才能实现理想。大昭听着真昌的话，陷入沉思。他前世因丹田破碎遭家族遗弃，家主争夺赛上大哥赢得了比赛，但输掉的哥哥们也没受影响，因为他们积累了足够的势力相互抗衡。如果他有与哥哥们媲美的实力的话，那以后他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真昌告诉主君，他们现在有3年的时间，趁三公子闭关时建立他们的派系。闻言，大昭准备抓紧时间先去万学书馆。前世他的哥哥从里面出来后变成了怪物，更成为了一流的武者，所以他只要找到哥哥那本秘籍就行。真昌希望主君可以有所收获。小少爷的出现已经打破了公子间的平衡，三公子在闭关可以暂时不管，但大公子和二公子肯定会有所行动。大昭让真昌放心，他已经有了计划。随后就进入到万学书库中，远处2人一直在观察着他的行动。当少爷进入后，他们便悄悄离开此地。真昌从未有冒过输掉比赛的风险，这场派系的争斗已经开始，监视他们的人肯定已经禀报了消息，就连家主也一定在注意着小少爷，所以主君才会需要自己的帮助。现在他也要去做些准备才行。此时大昭发现书库比想象的还大，这里面的书拿出去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。他前世听哥哥说过，所获得的秘籍就是放在角落里的那本。其实这个当时已经不是秘密，许多人找到了秘籍，但无人取得大哥那样的成就。秘籍是名为阴阳心术的功法，他一定要找到大哥在此获得的秘密。另一面，二公子也得知了弟弟的消息，他很清楚弟弟进入里面是为了阴阳心术，但那本书不过是些有趣的技巧罢了。大多数人都称二公子为侠士，熟悉他的人则称为他是谋士。他的哥哥出生时就很特别，但弟弟却不是特别，而是特别。这样的人应该遭人排斥才对，却被天才傅军师所看中。比试时弟弟的天赋也不足为奇，不知真昌到底发现了弟弟什么。随即他让手下都去监视2人，手下觉得那样人数太多。二公子表示就算如此，他觉得也还是不够，毕竟他们的父亲可是真龙。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弟弟是什么，但3天之后一切都将分晓。他倒要看看弟弟到底是龙还是虫。男孩没想到竟练成了冰火2重天，他只是按照秘籍所示修炼，内力的循环就快了1倍不止，但脆弱的经脉感觉随时会裂开。接着他专注将阴和阳分离开运行，没想到还是一气呵成。就在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时，他的身体突然发生了变化，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消散，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剧痛。就在他懊悔自己不应该学武时，神智渐渐开始模糊，隐约间好像看到了阴间使者，这一下就将他吓醒。他不想就此死去，随即反转运行2道气劲，将他们的位置交换。他的身体再次出现异样，无数力量从他的身体涌出。另一面，家主和神医正在讨论太极。家主知道掌握最好的就是武当派，阴阳五行包含着世间的一切，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，将这些完全内为己用，控制他们的人。大昭身体虽没有不适之感，但他觉得身体里还是一团糟。此时3种元素已在他的心脏、肾脏与肝脏，剩下的直奔他的头部。他怀疑这样自己会变成傻，希望可爱的小家伙可以停一停，但事与愿违，那道力量犹如五雷轰顶，瞬间大昭晕倒了过去。另一面，家主表示武林有许多被称为绝对资质，他已故的父亲与大儿子都在其中，
还有一个就是引发镇魔大战的人，虽然最后被家主的父亲所杀，见家主说了这么多人，神医询问难道小少爷也会成为绝对资质，家主并未有否认也没有承认，一切都只能看儿子的造化。大昭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，查看沙漏下知道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提升，但丹田之处隐约有东西存在。这时书库大门打开，他的时间已到。如果大昭和那些人一样，不知会走多远。当他走出大门后，有些失望，真昌竟没有来此等他。就在他准备见到真昌后好好收拾下对方时，二公子已经在旁等他很久。真昌知道二哥来此肯定有什么目的，表面只能装作开心向二哥问好。二公子没有多说，让大昭跟着自己。大昭怕有危险，询问要去哪里。哥哥告诉他只要和自己走就知道了。随后他们来到了二公子的府邸，哥哥表示知道大昭饿了3天，特准备了饭菜。闻言大昭不知对方会不会在饭菜种下，但肚子传来的饥饿感让他没法多想，随即大口的吃了起来。见此吃相，二公子觉得他怎么会如此没有礼貌？那个疯子副军师到底在弟弟身上看到了什么？思考之际，弟弟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二公子以为大昭终于要问自己叫他来此目的，但弟弟只想所有的菜再上一份。二公子真是看不透弟弟，但还是让下人上了菜。以他的性格，早该逼问弟弟隐藏着什么，但看着感谢自己的大昭，他竟一时有些无措，下意识地将菜端到弟弟面前。见大昭享受美食的表情，他胸口竟有些奇怪的感觉，怎么也无法对弟弟产生怒意。饭后，二公子领大昭在府邸散步，大昭纳闷二哥怎么会对自己这么好，他可是被称为三头蛇出了名的冷血。此时二公子询问大昭是不是学会了阴阳心术，他也曾在万学书库中学过此功法。大昭记得大哥明明是在1年后才公开秘密，难道家族核心都知道这本秘籍？二公子让大昭远离此功法，那只不过是本没用的武术罢了。但大昭的丹田明明因此而壮大，修炼后更是让他身体从未有的舒适，就连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二公子不知道弟弟在发什么呆，大昭表示自己吃的太多有些难受，希望可以赶紧去看看医生。既然如此，二公子决定他们下次再谈。大昭知道机不可失，连忙逃跑，但二公子见他跑的方向根本不是医务室，回想之前弟弟远眺的眼神，那种看空一切像极了他们的大哥，还有之前不让真昌等在书库门口时那个笑容，他们一定在策划什么。二公子觉得必须查清为止。此刻大昭知道二哥还没有意识到功法真正的效果，也明白了大哥那么厉害还在刻苦修炼，他一定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什么，所以在努力地追赶着父亲。如果现在他去看父亲的话，不知能窥探到多少。当他来到门口时，护卫告诉他家主已等待多时，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家主府。同时父亲的声音从门后传来，进入后他的父亲正在等他，并询问他现在看到了什么。那种可怕的威压还是一如既往，没想到时至今日还那么可怕。他能看到二哥的顶峰在哪，进来时只能模糊地看到父亲一些，但那种威压让他现在什么也看不清。他有些后悔来此，下意识表示自己只看到了父亲。此话一出，父亲有些不懂，再次询问儿子想不想超越自己。当年他学会阴阳心术，看到父亲是条金龙，他的大儿子看到自己则是把利刃。当他们看到后都会想超越前人。大昭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但他并未有想超越任何人。说完后就等着父亲对自己的责罚，但出奇的是父亲没有生气，并询问他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见父亲如此，大昭决定说出自己想法，他只想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个农场，毕竟自己毫无武学天赋，也不喜修炼，他的哥哥才是南宫家的骄傲，自己也从来没想过成为家主。当然如果成为商人自己就很有天赋，只要父亲能给自己一个展示的机会。闻言他的父亲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他们家族曾有人也和他有一样的梦想，甚至可以说实现了这个想法。大昭询问那个人也是直系后裔吗？父亲表示那人是直系，也没有被赶出家族。大昭觉得自己的理想终于有办法实现，连忙追问那个人现在怎么样，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商团主？父亲告诉他那人现在在上面休息。大昭以为父亲说的是在楼的最上面，但父亲表示准确的说是更接近于天空。说完便表示儿子可以离开了。大昭知道那人已经去世，自己的梦想很难实现。儿子走后，家主看向了上面，他的父亲也曾想过田园生活。当时他劝父亲去实现理想，但父亲告诉他实现并不容易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生活充满了不幸，即使自己什么也不做，麻烦也会找上来。如今他的儿子和父亲有一样的梦想，虽然儿子可能隐藏了真实想法，但所谓和平的生活其实并不容易。二公子来此请求父亲让他探求弟弟的真实实力，大昭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而他的父亲没有反对，只是等待二儿子这么说的理由。二公子表示他对弟弟有太多的疑惑需要解开，家主表示他们的实力不用比也知道结果，这样的话就是个不合理的请求。二公子表示武术只是比试的一种罢了，他们可以进行一场代理对练，如果自己输了会答应弟弟的所有要求，就算赢了也不会让弟弟受到任何伤害。大昭听后觉得很是无语，他二哥输掉的可能性基本为零，但父亲却觉得这样就很是合理，然后询问小儿子对此有什么想法。大昭知道必须说服父亲才行，据他所知，代理对练是避免受到重伤，或是武学差异过大时进行，所以他需要指派一人替他比试。
哥哥手下有大量能人异士，而他手下只有可爱的姐姐们。在这种条件下，他们的比试完全不合理。大昭觉得自己进行了完美的反驳，二公子却告诉他事实不是这样。大昭以为二哥真要让自己派姐姐们上场。二公子表示他进入书库之后，家族发生了些变化。傅军师一直在帮大昭召集人马，大昭做梦也没想到那个疯子竟会如此，他这次又要被其害死了。4天前，他正为小少爷进入万学书库后的事情烦恼，但他还要处理打扫、修剪、搬运等这些杂活。翻看记录时，他从中发现了有用的信息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南宫家族有趣的地方。身为最强氏族，所有的杂役都非常人。在小少爷出来前，他想把这些人收入麾下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他们。那些人宁可不修炼也要当杂役，虽然现在不堪，但曾经都是有名的人物。他们不属于任何的公子势力，这正适合现在的小少爷扩充人手。因此他决定先去填饱肚子再做决定。不知道今天姐姐们会准备什么好吃的，他必须再准备些礼物才行。当他到达门口时，已经闻到了饭香，随即迫不及待地推门而入。但眼前的景象让他大为吃惊，所有的杂役竟聚集在小少爷的府邸。见真昌来到，女仆姐姐为他找位置落座。真昌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连忙询问。姐姐告诉他，劳役平时虽努力干活，但伙食很差。侍女长经常会为他们准备些饭菜，除此之外还会准备零食让他们打包。听着在场人的谈话，都是在感谢姐姐们。真昌很佩服姐姐们能将这些人聚到一起。思考之时，一个老者来到他旁边坐下。老者没想到在这里竟能碰到傅军师，真昌也没想到会碰到少林的上代掌门。当年他与家主比武失去一臂，输掉比试，此后退出少林，性情大变，消失于江湖。原来一直隐匿在南宫家族打扫院子，今日两人竟有幸在一桌蹭饭。这时姐姐突然对老者大怒，让他离开，因为他已吃了3碗，好多人还没有吃到。真昌暗道不妙，这个男人很是危险，但老者却对姐姐很是抱歉。此景让真昌很是无语，众人也因他的贪吃感到可笑，见他讨好姐姐们的样子，更是议论纷纷。这些话语彻底激怒了老者，看来因为他少了一臂就觉得他好欺负，还好姐姐再次解围，他让众人好好吃饭，他会奖励他们一个鸡腿。真昌见此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曾经武林中那些有名的高手，现在有50名之多在这里聚集，他如果能将这些人全部召集，就能带领他们恭迎小少爷回来完成大计。随即他大声告诉在场人自己的身份，并表示也知道他们的过去，恳请众人可以加入小少爷的阵营。扫地老者告诉他来错了地方，他们这些人已对武林没了兴趣。南宫氏族在这个世界有多强大？少林前任方丈甘愿成为这里的扫地杂役，武当上任掌门甘愿成为这里的园丁，只因他们都败在了南宫家主的剑下。像这样的杂役强者在南宫家数不胜数，正好可以帮助小少爷扩充战力，统一武林。真昌决定将家族的这些杂役内为己用，但这些人都已对武林没有了兴趣。真昌知道他们说了假话，要也不会隐匿在南宫家族这么久，他们应该也在等待机会重出江湖。但真昌见他们表情阴沉，不知是什么原因。扫地老者表示他们都被封印于家主的剑之中，尽管真昌不太懂其深意，但也能猜中些许。他也一直活在自己师父的阴影之下而沮丧，所以小少爷是他们重返武林的希望。想到此处，真昌决定先行告退，他会另想办法说服这些人加入。姐姐见真昌没吃就离开，询问发生了什么。真昌见此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他要利用姐姐们的同情心帮助自己，随即将带的礼物交给了姐姐，然后装作很伤心的样子离开了这。姐姐有些担心，询问众人发生了什么。老者表示他们拒绝了傅军师的邀请。闻言，姐姐直接端走了他的饭菜，并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。姐姐让他们看看傅军师的礼物，每次来吃饭他都会送一些药丸。这么好的人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答应。这时边上的人也注意到了药丸，他知道那是进化丹。传说神医一生创造了3种神奇药丸，正常需要达到相应的境界才能去除体内杂质，但神医创造的药丸可直接做到。姐姐们表示他们有很多可以送给大家，之前傅军师送他们的比这个味道要好。众人没想到傅军师的影响力这么大，也许接受他的提议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这一切都被躲在门外的真昌看到，他决定回去好好想想怎么说服这些人。4天后，父亲决定二公子的提议先行搁置。此时大昭正四处寻找真昌的踪影，这时一位园丁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老者很满意自己园艺技术，但大昭觉得草木不应该这样修剪。他询问老者是不是学过武功，老者不明其意承认学过一些。大昭觉得老者一定是半途而废，看他用的武当剑法只是一些皮毛。闻言，老者觉得有被冒犯到，他原来可是被人称为太极剑王，想当年他可是大闹武当才来此隐居，现在却被一个孩童说成只是些皮毛。看大昭的模样，应该是南宫家的小儿子，碍于对方的身份，他只能忍耐，并询问小少爷为何会觉得自己的剑法一般。大昭见对方诚心发问，便好心告诉，乍看之下确实裁剪整齐，但只是为了好看草率的使用了武功而已。老者觉得他一个小孩又能懂得多少剑分生死，他追寻生剑一辈子，其实孩童会懂得的玄妙。此时大昭抓住一根树杈，然后让老者看自己摇晃起来，他表示脆弱的树枝轻轻一晃就会掉落。老者示意是故意留下树枝让他们更加整齐。大昭表示其实人也像这个草木一样，
老者觉得人人平等没什么不好。大钊觉得老者有些愚蠢，武林向来需要强者带领，如取而代之就会产生新的竞争，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不知要死掉多少，还不如强行为他们创造秩序。武术也是一样，去掉多余的部分，那剩下的部分必然更加强大，亦可称其为奥义。大钊从老者留下的建议中能感受到太极，但是持续这样必然会精疲力尽。老者在与家主比武失败时，这话他也曾听家主说过，10年来他在南宫家就是为了寻找答案，难道竟会在这个孩童身上找到？就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时，神医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小少爷。他一直等小少爷出来查看他的经脉如何。两人走后，又有一人前来扫地。老者没想到神医竟会来此，原意老者表示他好像找到了答案。回到家后，大钊一直在大睡。神医没想到大钊虚弱的经脉已经恢复，难道是因为神武之体的原因吗？见少爷睡了2天，姐姐很是担心。神医让侍女放心时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一个侍女不可能接触到他炼制的丹药才对。南宫家一定已经很好的保存，应该是他产生了错觉，随即离开了这里。他没想到的是，姐姐们一直把药丸当作零食服用。夜晚，大钊睡醒后感觉还是很困，决定去散散步缓解一下。他发现树林后面有人在看着自己。大钊知道他是扫院子的老者，老者表示是姐姐们告诉小少爷会在这里，他在这里已经等待了2天。大钊见此人应该也学过武功，而且在老者身上他能清楚地看见一座大山，难不成老者以前做过山贼？虽然这样，大钊还是让老者坐下享受晚风。他知道姐姐们不会把自己的位置告诉坏人。老者觉得这个孩子很是有趣，晚风也的确很是凉爽。大钊见此表示自己没有让他躺下。老者告诉大钊自己以前无人可敌，但除了小少爷的父亲那个武神，当年他挑战武神输掉比赛，失去了一臂。没想到小少爷听后竟流下了泪水。男孩很同情老者被自己的父亲打败，他也曾经差点被那些人废掉手臂。如果老者想向父亲复仇的话，只有一种办法，只要等父亲130岁后再找他挑战，或者放下的话也很简单，人可以存活一世，但有些事情你永远无法改变。说到这，大钊觉得有些累。老者没想到困扰他10年的问题答案这么简单，确实如大钊所说，放下很容易。他让大钊转告副军师，如果能活着回来会接受他的邀请。大钊知道老者要去复仇，其实像现在这样安静的活着也很好，但老者却表示他要按自己的方式放下，随后便消失在原地。大钊想表达的意思不是放弃自己的生命，他很怀疑会不会再见到老者。此时老者已来到家主府外，下次他会好好和小少爷介绍自己。他也很好奇小少爷会创造出怎样的未来。园丁老者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，他们要去面对曾经的噩梦，就是被家主束缚了10年的枷锁，只是不知道家主会不会接受他们共同挑战。家主表示可以接受他们挑战，但和他比武意味着什么他们应该也清楚。2个老者已经知道后果，也下了决心。家主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改变，但那些对于他来说根本不重要。随后家主府爆发出剧烈响声，烟雾散去，留下了各个沟壑。家主没想到自己竟被划伤，然后询问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来此。园丁老者表示其实家主也有所改变，他们几人都是因为一样的原因，那就是他们都曾和小少爷交谈过。家主有些疑惑自己哪里改变，见2人倒地不起时，家主决定就此结果他们，但他还是停下了这种念头，看来自己真的有些变化。第2天，大钊找到了姐姐，他听说姐姐们在照顾杂役，特意带来了银两，没想到那2个老者竟躺在这里，竟然还能活了下来，真是幸运。他让姐姐先行离去，想单独和老者聊聊。2人虽已经醒来，却不知为何在此。这时大钊表示自己约了少林方丈与武当掌门。见说话的是大钊，希望他不要声张此事，如果让人知道他们在这里，肯定会被人笑话。他们宁可被家主杀掉，也不想被后辈嘲笑。见2人反应这么大，钊知道自己没有猜错，他们一定是偷学了少林与武当的武功，怕人知道才藏在南宫家族。既然这样，就要好好谈谈才行。他们再次输掉比试，肯定会丢掉工作，所以为什么要缠着他？见大钊不知自己身份，那为什么副军师要他们加入？大钊知道2人很厉害，但培养势力需要资金，随即询问他们有没有银两。见2人反应就知道他们没有。大钊表示如果想加入他就要缴纳会费，他也知道2人现在没有，如果寻的会费他也不会白收，他会帮助2人将武功再次提升。少林方丈与武当掌门竟要加入南海麾下，但南海却要他们缴纳会费才行，这样他才会指导2人武功。门外姐姐们不知道他们还要聊多久，他们已经饿得不行，还好带了副军师给的零食。就在他们准备食用时，神医前来，他让姐姐们先不要服用。神医确定这就是他炼制的丹药，询问他们是从哪里获得。姐姐表示那是副军师给他们的礼物。神医没想到这么贵重的药丸竟给仆人服用，满满1箱子的药所剩无几，武林人都想得到的药竟被他们当成零食。神医询问甄昌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，甄昌表示箱子上写着名字，如果神医想吃可以送给他。神医从姐姐身上闻到药香，以为是错觉，看来一切都是甄昌做的好事。大钊几人听到吵闹也走了出来。甄昌见到小少爷很是开心，但大钊却愤怒不已。神医见2个老者伤势应该已经无碍，那他就要先去处理一些要事，然后看向了甄昌所在。大钊瞬间明白了什么，他知道神医应该有很多事要和甄昌谈谈，自己也和老者们有事，便让姐姐们先行离去。
随后三人来到户外一处空地，他让园丁老者使出自己的剑法，他会找出其中的缺点。老者承认小少爷独具慧眼，但也不会轻易让人看扁。大招感受到剑牵动了风，不愧是以自然和谐为基础的武当剑法。扫地老者也赞叹他的剑已经达到了完美境界。随着剑法完毕，大招表示并没有那么糟糕。此话一出就引来两人的不满，但大招所说确实是他看到的，没有办法，他只能亲自演示一番。园丁老者研究此剑法数十年，他不信小少爷看一遍就能用出。大招回忆之前老者的招式，顺势使出了同样的剑法，虽然没有像园丁老者一样起风，但动作还是完成的不错。就在两人觉得大招练完后，大招却没有就此停止，直接使出了剑法的第二式。那种环绕身体的气流让他很是舒适，他根本不想停下，只想挥剑。这时他的丹田再一次有了反应，当他停下时已经不知过了多久。他怀疑园丁老者偷学的是太极会剑。园丁老者大惊，询问小少爷想不想成立第一道门。而扫地老者仿佛看到了达摩的影子，也同样对小少爷提出了邀请。大招却毫无兴趣，让他们赶紧去准备会费。扫地老者知道刚才对园丁老者打击很大，毕竟他钻研一辈子的武功被小少爷直接使出。其实老者想的是，他学习剑法的时候，师傅当年传授剑法时和他说过，此剑法如果挥舞时不产生风才是最高境界。当时他还好奇挥剑怎么能不起风，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。小少爷看来真是绝世天才，他拥有无尽的财富，却能因为钱卖掉妻儿。人们都称这个疯子为金王，现在却只能在南宫家当个账房，但每次都出错，气坏了他的主管，决定上报长老将他踢出这里。听到可以离开这里，金王停下了脚，并询问那个人难道会允许吗？主管不管结果如何都会上报。出门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这时两个老者找到了他，希望可以借些银两。他没想到自尊心很强的乞丐竟会借钱，他仿佛闻到了利益的气味。当得知是为了加入小少爷的会费，那就意味着会有50人跟他俩一起加入。金王让他们去把所有人都叫来，他会在见过小少爷后决定要不要拿出这笔钱。此时大招回家后一直在舞剑，姐姐们都觉得小少爷的剑法很神奇，他们印象中的武人都是这样的，但看小少爷舞剑他们觉得很舒服，看的姐姐们都想和他一起练习。这时劳役们竟全都来到此处，现在应该是工作时间，姐姐们也很纳闷，随即拦下了劳役，问他们怎么会来这里。园丁老者表示他们和小少爷已经约好了。姐姐告诉众人，就算这样也要等小少爷练完。大招也听到了院中的吵闹声，但他刚刚稳住内息，不想就此停止。他试着将丹田中的内力流转身体，本该停止的剑招竟有了新的突破。他决定将此剑法命名为云剑。当停下时，才发现院中竟来了这么多的人，而且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表情。园丁老者更是直接冲过来询问那是什么剑法。他明明知道那是太极会剑，但后面却感觉又不是。金王直接打断了老者，他还有正事要谈。他表示自己曾是中原首富，小少爷一定知道，但大招却表示从来没听过此人。然后询问姐姐为什么这些人会出现在这里。姐姐表示他们和小少爷约好来此，大招可不记得他们有约。扫地老者表示他们是为了入会而来。闻言，大招想起会费的事情，但这些人可不像能拿出5000两的样子。金王示意银子的话，他有很多不是问题。他询问小少爷听没听过天下战场，他就是那个商团的主人，几年前他们可都有交易的往来，但他们会保密客人的所有信息。随即他掏出了5张银票表示实力，每一张都价值10000两银子。见此，大招连忙请金王进屋详谈。姐姐们觉得小少爷哪里都挺好，就是对金钱毫无抵抗之力。金王询问小少爷认不认识南宫川，他与那个人有些恩怨想要了结，如果小少爷帮助10万两都不是问题。大招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些人留在南宫家的目的原来都是想找机会报复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会吸引这样的人，眼前的人可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为什么要怕他们？这里可是南宫家族，说他们疯子怕什么？那2个老头为了报仇已经连工作都丢了。闻言众人哈哈大笑，他们这些人确实是疯了。大招却不明白他们在笑什么，其实他们压抑了几十年，今天不知为何这么痛快。也许是因为见到小少爷练的太极会剑，他们穷其一生的剑法竟被小少爷所突破，所以恳请金王可以出资帮他入会。陆续的也有人做出了同样的请求。大招见此让他们先等等，可是就连扫地老者和园丁老者也加入了他们，直至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做出了请求。大招实在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样。此时金王同意为他们出资，就是不知道小少爷会不会接受众人。闻言，大招表示自己没有力量，也没有心帮他们报仇，他们看到的舞剑也只是随便练练而已。园丁老者表示那可不是随便练练，那是武当最强剑法太极会剑。扫地老者告诉众人，行动比语言更好理解。话落，他直接一拳轰出，只是拳风就让大招所震撼。收招的同时，扫地老者让小少爷模仿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将内功融入其中。这种拳法对大招来说太过简单，但威力他却没有想到。他怀疑那是不是自己打出的，墙上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拳印。扫地老者恭喜小少爷学会了少林拳法，然后让他随便选一人再试试。那人只能献丑展示剑法，大招只是看了一眼，便使出了同样的招式。落地后，众人都觉得如此完美，大招却开始有些疑惑了。扫地老者表示这就是他们看中小少爷的原因，
大昭怀疑是自己修炼的3项基本剑法，那里说凌驾所有剑法难道是真的？此时金王打断了众人的谈话，今晚在场的美食都由他来买单。大昭可没想让他们在自己家举办宴会。随后的宴会上，众人都很开心，这可能是他们这么多年吃的最开心的一次。这时大昭来到了金王的身边，他想知道为什么金王要报复南宫长老。金王询问小少爷有花不完的银两吗？他看着自己的财富，有些厌倦了这个世界，倾尽家财买了最好的防具和武器，一般武林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虽然更强的对手他已看不清招式，但也无法破坏他防具。随后他又找到了一流的武人，也被他盔甲上的毒所打败。从此他再没有了对手，直到碰到了那个人，像怪物一样的人。那天一个乞丐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他呵斥那人赶紧离开，不要挡路。岂料那人狠狠地骂了一句，他没想到对方竟敢出言侮辱。原来那人正在顿悟，一觉之下灵感全无。他愤怒地叫金王过来一下，金王以为碰到了疯子，准备教训对方，没想到对方瞬间已到了他的身后，只是一掌就打烂了金王的头盔，然后询问他的装备是不是残次品。气得金王掏出暗器向他射去，无数细如毛发的针刺入男人体内。金王告诉他，针虽细，但都剧毒无比，不出30秒他就会毒发身亡。如果向自己求饶，可以给他解药。没想到男人根本不在乎，说话间已将毒液逼到口中，直接吐到了旁边的石头之上。只见石头瞬间被毒所腐蚀，随后男人全身发力，使毒针全都弹了出来。这番操作可吓坏了金王，他从未见过如此可怕之人。愣神之际，男人已将手落于他的肩膀，询问他身上还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如果不拿出的话，他就要自己寻找。金王毫无还手之力，但更心疼他的宝物，在对方手里竟变得如纸般脆弱。男人好久没有热身的这么痛快，他心情很好，就不和金王计较了。见男人要离去，金王连忙问他名讳。男人询问他是不是想要复仇，他的名字就是南宫川。听完金王的故事，众人都很感慨，他们有的是村里100年才出的天才，有的是村里的数届冠军。大昭知道他们在各自的地盘都是佼佼者，在梦想刚开始之时就碰到南宫家的怪物们，在南宫家中也就自己可以理解他们，这让他想起前世自己的遭遇，终于决定帮助这些可怜之人，他会帮众人实现复仇的梦想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为其欢呼。第二天，大昭喝得太多，觉得头疼难耐，一旁的神医已等候他多时，他恳求大昭让姐姐们成为他的徒弟。他本想询问真昌都偷拿了什么丹药，姐姐们竟仅凭气味就能分辨出来，甚至连之中的药材都能闻出。他本想收其为徒，却惨遭拒绝。如果大昭能说服姐姐们的话，他愿意加入小少爷阵营。他从未见过能靠气味就能分辨丹药的人才。大昭不想强迫任何人，但可以去问问姐姐们。走到一半，发现昨晚的人还在昏睡，而有一人在远处不知道在干嘛。真昌正在搬走那些不省人事的家伙。大昭好奇他为什么在此，真昌表示正在帮小少爷清理酒鬼。大昭觉得他做得不错，可以继续。随后带着神医走进了厨房。姐姐们见到小少爷没事，很是开心。他们正在为大家准备早餐。大昭询问他们不想有更好的发展吗？姐姐们异口同声，只想一辈子侍奉小少爷。既然如此，他也没有办法。但神医却觉得他们是因为小少爷才拒绝。大昭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原因，表示自己已不再是需要照顾的孩子。这时房门被人推开，真昌和金王也希望可以收姐姐们为徒。大昭不知道今天这些人怎么都想收徒弟。金王表示他昨天观察了一天，发现月香对宝物的敏感度很高，而真昌知道李香姐姐曾通过乡试，后因家里的原因才沦落侍女，这正好可以胜任他的副手。神医莫名其妙竟多了2个对手，大昭也被吵得有些头疼，便让大家出去等着他，要单独问问姐姐们。他知道这对于姐姐们是机遇，所以想听到真心话。姐姐们表示服侍公子很开心，他们在这里根本没有被当作下人，只要公子开心，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。大昭知道最后还是需要自己做决定，思考后他有了决断。日香姐姐成为神医徒弟，李香姐姐成为真昌的副手，月香姐姐跟随金王去做生意。闻言，姐姐愿意听从公子的安排。大昭让他们累了就回来，他们可是家人。就在姐姐们感动之时，大昭表示可以多带些神医的丹药，多给发泄家族的补助，以及金王的财富也可带回。最主要的还是姐姐们要幸福的生活。姐姐们表示他们很清楚公子的意思。随后大昭告诉众人自己有很多不舍，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照顾姐姐们。当众人带走姐姐们后，那些酒鬼已经等在门外，他们很期待小少爷会怎么提高他们。其实大昭觉得自己没什么资格教大家。扫地老者表示在场人都知道这点，他的武功连3流都算不上，但如果他们去教小少爷就不一样了。在场人的武功加起来也不比南宫家族差多少。归根结底，武功取决于什么人使用，最快的学习方法是亲身体会，所以他们会好好传授。大昭觉得这种方式很是奇怪，但扫地老者根本不听他的话语。大昭怀疑为什么自己总能碰到奇怪的家伙，他的丹田都才刚刚保住。扫地老者知道他武功低微，他们看重的是他武学的天赋，如果学会众人的武功，肯定能实现目的。而最快学习方法就是亲身体验，在战斗中成长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扫地老者将每一招都展示在大昭的身上，但他并没有使用内力。面对老者的不停嘲讽，
大招终于忍不住开始反击，而且他用的都是老者刚才的武功。扫地老者没想到他学得这么快，众人也在远处不停地夸他是个天才。就在大招表示这种程度也没什么的时候，扫地老者又使出了新的招式。他觉得有种在教育小时候武神的感觉，这种手感让扫地老者异常兴奋。他感谢佛祖可以给自己这种机会，而大招则再次使出新的招式。扫地老者告诉他，同样的招式也有差距。就在两人碰触之时，大招瞬间就倒飞了出去。落地后，大招严重怀疑对方用了内力。老者表示，第一天学会怎么能和他练了一辈子相比？见此，大招终于知道父亲为什么废了他条胳膊。现在他都想把老者做成木鱼。见大招又使出了相同拳法，众人觉得小少爷又要挨打了，因为老者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。没想到大招瞬间一脚踢向后方，逼退了扫地老者。大招知道自己力量不足，跳上了空中，胳膊太短，就以腿代替手去出拳。扫地老者按道大招做得不错，但毕竟还是有些年轻，失去重心的大招直接被打飞了出去，意识开始渐渐模糊。他觉得扫地老者用脚就是犯规。园艺老者告诉众人，小少爷已经晕了过去。扫地老者觉得小少爷的才能太不可思议，不仅能完善武功，还有不放弃的韧劲。这样的人谁能不喜欢教他武功？小少爷接下来应该会很忙的。不久后，大招才醒了过来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些人竟自己打了起来。一人被打倒后，发现小公子醒了，表示刚才有人来找过他，是一个长得很高的人。说完便又练了起来。大招不知道这些人突然怎么了。扫地老者表示他们需要整理下排序。大招询问两个老者怎么不加入他们，看他们对练就觉得这些人很强。园丁老者表示小少爷努力的话会更强，不仅会比他们二人还强，甚至能超过那个天魔，说不定还可以超过他的父亲，也是有可能的。院子里的人为了决出排名开始了对练，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出了胜负。但大招觉得这么多名字很难记住，决定用数字给他们编号，从1号一直到50号作为他们的名字。这时一人推开了他家的大门，正是他的二哥前来。他来这里是为了接受弟弟的提议。大招并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，二哥表示昨天他对自己发起了挑战，没想到弟弟第一次这么大胆，这才像他们南宫家的男人。之前误认为他只是个可爱的弟弟，2年的期限他都有些等不及了，希望2年后不要让他失望。二公子走后，众人都觉得2年有些长。大招愤怒地询问是谁去发起的挑战，扫地老者表示是他代表小少爷去的。见大招眼里充满了热情，老者很是兴奋。园艺老者明明感受到的是小少爷的杀气，大招知道老者的实力，只能选择接受，然后询问扫地老者接下来怎么办。老者提议所有人挨个挑战小少爷。此时神医拿出了基础医书，他会倾囊传授自己的医学。日香表示这些在他是孩子时就已会背。神医不敢相信，毕竟成年人都要5年才能背全，他随便说了味药材，对方就能说出药效。神医惊讶地询问日香之前是干什么的，日香表示他小时在一个名为天惠坊的医馆，神医知道那里的医术不次于自己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消失了。神医觉得眼前的女孩肯定受了不少苦，但日香却说遇到小少爷让她很幸福。另一面，军师找到了真昌，询问他是不是决定辅佐小少爷。那个男孩的道路可是充满了荆棘，真昌觉得那样才有意思，越过荆棘才能发现后面藏的宝藏。还有他要再请一人过来帮忙，以后帮小少爷他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忙别的事情。这时正好姐姐走了过来，真昌向师傅介绍她是小少爷的侍女，10多岁时就通过了乡试。军师见到李香觉得异常熟悉，应该是原来大学士的女儿，听说遇到坏人导致家破人亡，没想到第一聪明人的女儿还活着。军师觉得今天的日子应该庆祝一番，他要把这个孩子带走，以后就管自己叫师傅就行。真昌没想到师傅竟要抢自己的徒弟。维京阁内通过金王的介绍，月香正在面试，这里是南宫家管理资产的地方。金王佩服月香竟一点不怕眼前的主管。月香表示该担心的不是自己，他可能会代替主管的位置，因为家人在等着他的帮助。这话倒是让主管很感兴趣。金王希望月香能够坚持2年就行，到时他的手将会改变许多事情。没有办法，他只能询问接下来怎么办。老头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和小少爷对练，就这样小少爷的府上异常的热闹，一直持续了6个月之久。现在的大招不负所望，不仅能轻松反击，获胜也变得很是容易。众人没想到小少爷进步的这么快。大招兴奋地询问谁是下一个。园艺老者觉得应该打击下小少爷，他会使用太极会剑对战，不再是以往的假想，而是真正的剑法。大招很乐意如此，让他不要留手，然后率先冲向了对方。他深知太极会剑的可怕，只要一次陷入其中就可能无法自拔，所以他必须取得主动权才行。园丁老者一招就破掉了他的想法，开始陷入了会剑的攻击之中。园丁老者觉得胜负已分，劝小少爷放弃为好。大招怎么可能认输？6个月来他一直都是在不利的战斗之中，随即用出燕双飞，再次攻向老者，瞬间出现在了对方的面前，然后如燕子般躲开了攻击。他第一招其实是虚招，真正的攻击全在第2招。同时众人也都开始为小少爷欢呼。园丁老者也称赞小少爷能融合运用各家武功，但还是太过年轻了。大招没想到对方还用别的武功，这完全违反了他开始的说法。园丁老者表示掌法只是障眼，他还是会以会剑取得胜利。大招为了不让对方出招，
不停地使出不同的招式，但这些攻击始终无法击中对方。见此，一人表示小少爷要开始了。他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胜负欲。这时大招的招式真的开始了变化。园丁老者没想到小少爷在修改原来的武功，每一式都变成了新的技能，这让他一时也有些摸不到思路。惊讶之时，竟又飞来2道暗器。大招觉得可惜，竟一点作用没有。随后再次冲到对方面前，一把将沙子扔向了老者。他学到的是为了赢不惜手段，这种可恶的做法气坏了老者。他必须好好教育下小少爷，这正是大招想看到的。他等待的就是对方生气后露出的破绽，但他还是低估了老者。没想到自己还是陷入了会剑的浪潮，但这种会剑不是他见过的那种。现在的他无论如何都应对不了。随着园丁老者的木剑落下，他被狠狠地打晕了过去。他觉得老者违反了太多的规则。园丁老者不想多说什么，这招本来他也没想会用出。小少爷短短6个月就成长这么多，无法预想2年后会变成什么样。为了应对与哥哥的2年之约，他每天都在训练。不光是他自己在成长，他的侍女姐姐们也都在各自努力。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小少爷。就这样，2年的时间过得很快。为了这一天，他的二哥已经等了好久，一大早就去拜见了他们的父亲。他希望能得到父亲的允许。家主疑惑，不是很早就已经同意了吗？二公子表示今天是3弟出关的日子，如果听到这段时间的事情，一定会前来。说话间，三公子已来到了这里。这正如二公子所预料的那样，也是他没先去找大招的原因。三公子觉得哥哥的疑心太重了，他只是来请安。见弟弟从容的样子，看来是闭关有了突破，在剑道之上应该有了新的进展。三公子不知道哥哥为什么能知道，那种眼神好像完全看穿了自己。面对哥哥，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放到了剑上，随即表示这次的比试他不会参与，但是希望可以在旁边观战。此时他们的父亲表示自己也会去观看。既然如此，二公子提议通知所有南宫家的人，他们家族应该都会很感兴趣这场对练，他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自己的实力。三公子提醒不要小看他们的弟弟，听他的话，二公子觉得很可笑，他从不会低估任何一个竞争的人。哥哥的眼神让三公子很是不甘，如果他这次能更强，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另一面，日香姐姐回到了小少爷府，门前一个熟人叫住了她，正是李香姐姐也回来了。可惜月香因为出外商谈没能与他们相见。这时一人打开了大门，请他们回府。进门后就看到小少爷还在训练，大招听到是姐姐们的声音，开心的与他们打招呼。他的对手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但没想到还是被闪开了。同时其余的2人也趁机攻了过来，但这对小少爷丝毫没有威胁。大招等姐姐们吃饭已经好久了，2年不见，几人都很怀念以前的时光。大招怀疑为什么这样的日子只有青菜。日香这时夸小少爷更加英俊，2年的时间气质完全变了。就在几人叙旧谈话之时，一人禀报大事不好了，二公子已经来到了府里。闻言，大招的表情已不再像从前，姐姐们都怀疑小少爷经历了什么。此时二公子也发现了不同，他原来以为2年对弟弟可能太短，但见到那些下人都成长了不少，看来这场对练不会那么无聊。不知何时，大招已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顺势抓住他的手，邀请进屋详谈。二公子没想到弟弟竟这样肆无忌惮，他的3弟可是下意识把手放在了剑上。大招表示哥哥曾请他吃过很多美食，今天正好尝尝他们府上的饭菜，他等这天已经等待了许久。二公子来此也是为了代理对练之事，没想到弟弟比他还要着急，拉起自己就直奔外面而去。大招就等着二哥来好尽情的吃肉。二公子看弟弟觉得他只是身体长大，他提醒弟弟这个世界很是危险，他们不是普通的家庭，这里也不是南宫家，就算是血亲也不能放松警惕。难道他就不怕有人在饭菜中下毒？大招不知二哥怎么突然这么说，他怎么能不信自己的二哥？毕竟他一直对自己都很好，在哥哥面前没有什么可小心的。二公子也不理会，表示代理对练的日子已经定好，他已派人通知了所有人明天进行，人数没有要求，直到一方认输为止。如果是他赢了的话，会请大招帮个忙。大招没想到哥哥会有求于他。二公子听闻大招的侍女都有过人之处，如果输了就会带走那些侍女。闻言，大招连忙赶回府上寻找姐姐们。2位老者表示他们早都睡下了，询问大招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。大招将明天比试的事告诉了2人，所以他们不能输只能赢，今晚必须拿出一套方案出来。二哥那面必会派出大岩剑团，他询问老者他们有机会获胜吗？老者表示这2年他们不是白练的，但真正可怕的是另一个人，就是南宫家长老南宫川，如果不阻止他就一定会失败。大招觉得扫地老者已经害怕了，还总说什么只要努力有无限可能，只会把对家主的恐惧发泄到自己身上。园艺老者表示境界相同也有区别，在外人看来可能是没有什么，但努力后达到的会发现自己的局限性，而天才则会有更高的上升空间。南宫川不仅是天才，还具有天生神力。大招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害怕而已。园丁老者表示1对1的话，和尚有5成机会，如果是自己的话，会有6成的机会获胜。大招瞬间明白了他们的意思，决定了对策。第2天，观众们早早来到了场地，这种比试可是不多见的。他们发现了看台上南宫家的军师，还有疯子副军师也在旁边。没想到武神也亲自前来观看，那种自带的威压让他们头皮发麻。这时裁判宣布对练正式开始，率先入场的是二公子带领的队伍。看台上有人已经开始了下注，
金王见此叫来了那人，表示自己全部都支持小少爷，询问还有别人支持他吗？男人表示第二个人就是小公子自己。比试之前大招有话要说，他们双方参赛的人数众多，挨个上场不知道会比试多久。他提议全部都一起上场，如果二哥害怕的话可以当他没说。见他如此无礼，对方已手握剑上，大招觉得可能是自己挑衅过头了。南宫川听后觉得很有意思，既然这样，他也想到了个有趣的主意，就是在这基础上加上一个队长，在防守与攻击之间就需要思考。观众席上都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提议。大招没想到自己想的对策被对方利用，看似无知的长老竟像二哥一样狡猾。此时扫地老者传音，如果不接受他们的计划就泡汤了。确实如他所说，大招只能接受，但南宫川还没有说完，他觉得队长的人选由对方决定，而他们指定的队长就是小少爷。见此，大招知道对方是针对自己，只要他倒下了就可以轻松获胜。看台上真昌知道这是要让小少爷永远抬不起头，但反过来也是小少爷声名鹊起的机会，他倒是很期待如何破解对方的陷阱。经过商议，大招选了一个新人作为对方队长，然后让大家不要忘了这段时间的准备。双方确定后，裁判宣布比试开始。南宫川让大家不要有所顾忌，全力攻向小少爷就可以。这种气势让大招竟开始失神，好在扫地老者出手稳住他的心神，表示这就是敌对南宫家的人感受的恐惧。他们很多人第一次都吓得尿了裤子，如果他再不下命令，对方就要攻过来了。大招这才下令让所有人反击，瞬间众人全部分散开来，如昨天训练般来到自己的位置，将所有敌人团团围住。看台上有人觉得这个阵法很熟悉，少林的罗汉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那个老头就是失踪的佛尊？见到佛尊还活着，少林的人流下了泪水。南宫川赞叹他们的阵法，先将大岩剑团分割成3组，然后让小少爷位于3组中心的位置，确实做到了攻防兼备，但以为这样能阻止他，那就大错特错。随着他强力一击的落下，南宫川竟有些吃惊，接下他攻击的是5行剑阵，没想到阵中有阵，但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用，随之而变的是7星剑阵，所有人快速变化等待他的攻击。南宫川这才看明白怎么回事，对方使用的是武当太极剑阵。大招表示想打败他可没那么容易，那可是特意给长老准备的礼物。南宫川没想到为了拖住自己小少爷煞费苦心，这让他也认真了起来，并表示大岩剑团没有他一样强大，园丁老者也没有信心能拖住对方多久，但他绝不能辜负小少爷对他的信任。南宫家最强战士对战南宫家杂役，所有人都觉得这场比试毫无悬念，没想到却硬是被小少爷改变战局，因为他的扫地老者曾是少林方丈，园艺老者曾是武当的掌门，正面对决他们可能不是对手，但他们拥有门派最好的阵法，这样就可牵制住对方的主力，然后再加上一旁小少爷的指挥，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向他们倾斜。大岩剑团知道这样他们坚持不了多久，防卫主帅的防线已到了最后一道，而南宫川长老一直被困在阵中，队长让作为主帅的人不要害怕，二公子一直都相信着他们，他让所有人全力守护。接下来他做的可能有些过激，但却是现在最好的办法。扫地老者没想到对方竟要燃烧生命，那种力量将不容小窥，他让众人小心迎接接下来的攻势。这时队长身后一道声音传来，南宫川问他一个人去有什么作用，他们可是南宫家最强的队伍，剩下的人难道只会呆呆地看着？要让对方看看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最强。队长佩服，不愧是南宫长老，他让所有人都跟在自己身后，不再防卫而是主动出击。那种突然的气势吓坏了杂役，随即阵脚开始大乱，几人很快就打开了缺口。见此，大招让众人稳住，不能这时出现差错，然后指挥扫地老者带几人去抵挡，接着询问园丁老者还能坚持多久。老者表示2次已是极限，多了死也做不到。大招让他那就以死继续抵挡，他知道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，便命众人开始施展罗汉阵。大岩剑团看着阵法的变化，竟一时愣在了原地，因为小少爷竟露在他们面前。见此机会，大岩剑团直奔小少爷而去。大招知道他争取到了时间，命剩下的人攻击敌人的后方，几人全都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武学，瞬间后面的人就被击飞。一人让同伴不要管后方攻击小少爷，只要抓住小少爷他们就能获胜。看台上都觉得这么结束有些可惜，大招也没想到对方毫无章法可循，怎么说自己也是南宫家的小公子，每一次的攻击都没有留手的意思，完全就是不讲武德。他虽然挡下了对方攻击，但功力的差距还是很快就显现了出来。来人夸赞小少爷能做到如此，他没想到竟躲开了所有的攻击，但也是仅此而已。超负荷的躲避让大招腿出现了问题，他竟使不出力气逃离，同时男人的攻击已到了他的面前。他身为南宫家的三公子，家族护卫对他竟丝毫不留手，不过是一场比试而已，每一招都想将他击倒。二公子觉得已经没有悬念，此时观众席上爆发出欢呼，惹得二公子回头查看，他的弟弟又一次躲过了攻击，这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。大岩剑团队长让男人不要发了，小少爷已经躲避不了，让他继续攻击。大招已经受伤不轻，觉得完了，还好扫地老者抽身返回护卫，随后一拳击飞了副队长，没想到自己救了少爷还要挨骂。同一时间远处能量爆发，园艺老者也返回了大招的身旁，他再也拖不住那个男人。
大招没想到胜利竟这么困难，那个南宫川简直就是怪物。南宫川却觉得小少爷是怪物才对，各家各派的武功都在他一人身上，现在七经八脉错乱失去生命也不奇怪。不过他倒是很好奇怎么做到的。园丁老者表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。南宫川听后大笑，觉得一对，因为小少爷是那个怪物的儿子。两人毫不避讳的交谈让大招不爽。这时南宫川命所有人退后，大招虽不知对方要干嘛，但这是个机会，他让众人趁此赶快围攻。园丁老者却让他们也不要动。扫地老者知道小少爷没看过高手对决，让他一定要仔细观察接下来的比试，这将对他今后的修炼很有帮助。南宫川却觉得他们可会因此错失胜利。园丁老者已经决定了要和他单独较量，既然如此，南宫川决定成全他，消灭他以后，下一个就是那个扫地老头。园丁老者让小少爷看好，他武当最基本的武学也是最重要的，每一招的变化都是从中演化。南宫川觉得现在开始教学很有意思，让小少爷也好好看看自己的武功。面对着强力攻击，园丁老者闭上了双眼，利用太极会剑躲过了所有攻击。他很羡慕南宫川的天赋，这种超于常人的力量让他才能这么自信。听后南宫川觉得对方是在侮辱自己，瞬间脸色变得异常难看。大招觉得园丁老者疯了，竟还激怒对方。扫地老者觉得应该是故意要让少爷看些什么，南宫川应该会使出真正的实力，那种境界才是小少爷要达到的方向。南宫川总会听到输给他的人找借口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自己有多么努力，越是这样，他越要让这些人不敢与自己对视，彻底撕烂他们的嘴，才不会再说没用的话语。他身为南宫家的小少爷赢得了比赛，看台上却无一人为他呐喊，但他忘了自己还有一个狂热者。真昌此时正在看台上不停地为他打气，大招觉得这比没人为自己欢呼还要丢脸。不久前园丁老者要独自对战南宫川，还故意的激怒了对方，这都是为了大招能从对决中有所领悟。但擂台上只能见到园丁老者在闪躲，大招根本看不见南宫川的身影。扫地老者让他运用全部的五感。闻言，大招闭上了双眼。当他再次睁眼时，他看到了南宫川，两人的动作慢慢变得清晰，但他发现园丁老者在闭着眼睛，那种状态怎么能躲过那么快的攻击？扫地老者解释，那就是太极会剑的强大之处，敌人在他领域内的动向可以尽数掌握。南宫川反倒觉得这招很有意思，要是他完全在空中不落地，还能躲开吗？大招见到的就是闪电，觉得不可能预判。确实，如果园丁老者没遇到小少爷的话，他可能真的无法应对这个攻击。但在看了小少爷练习太极会剑后，他的剑法已经有了新的突破。所有人都没想到是南宫川先受到伤害，连他本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强的剑法，果然不愧是三尊之一的剑尊。扫地老者同样也是第一次见如雷电般的攻击，完全可以称得上雷帝的名号。南宫川觉得这个称号他很满意，为了感谢他，也要使出还没对人用过的招式。只见南宫川将雷电汇聚手上，那种力量让园丁老者不寒而栗，但不看又觉得会抱憾终身，只能运起内功准备迎接此招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烟雾四起，那种巨大的冲击让大招感到了不安。他看到烟雾中站立的好像是南宫川，觉得自己可能要输掉比赛。大岩剑团见此也准备欢呼，但这时南宫川倒下去，胜利的竟是园丁老者，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。二公子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自己的弟弟竟有此等高手在身边。虽然南宫川倒下了，但大岩剑团不准备放弃。见此，大招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提议对方先不要动手，有个想法想和队长说下。他知道队长在看完激烈对决后一定技痒难耐，肯定想和远处的独臂老者对练。如果现在放弃，他会促成两人随时比试，但拒绝的话可就只有混战。队长听后陷入沉思，随即向一旁二公子道歉，表示他现在只能放弃比赛，对此他甘愿受到惩罚。大招知道南宫家的人都是通过与强者战斗来增加实力，所以现在弃权会满足他们和想要的对手好好较量。大招说的确实是他们所想，全部都放下了兵器，离开了擂台。就这样，大招获得了最终的胜利，观众都在高呼他们的名字，只有大招没人理会。这时他的侍女姐姐们跑了过来，心疼地询问大招有没有受伤。不管怎样，他保住了姐姐们。二公子没想到自己输得这么彻底，看来弟弟找了群不错的帮手。说完便准备离开这里，临走时他看向了日香，日香见此连忙向二公子回礼。大招觉得两人的气氛有些怪怪的，忽然一袋银两扔了过来。金王因为大招赢了不少，刚才的是小少爷应得的那份。真昌觉得他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闻言，大招决定举行宴会，金王让他不用担心，银两会准备好一切。看台上几个男人并未离去，一人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南宫长老竟然被打败了，对于外人来说，南宫家是不可能逾越的。今天因为这事已经产生了裂痕，另一人却有不同的意见，毕竟带领那些人的也是南宫家的继承人。最强剑团被打败的消息传遍了武林，大街小巷全部都在谈论此事，而其中许多消失的高手也重回大众视角。首先是丐帮原来的帮主小乞丐，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回去禀报，他们的师傅竟然在南宫世家出现了。然后是武当派得知了前掌门还活着，而且还打败了南宫川长老，弟子觉得应该马上去把师伯接回来，但师傅知道南宫家可不是他们说接就能接回来。最后是少林寺，听说方丈还活着，很高兴，没想到抛弃少林的人竟过得那么好。
徒弟劝师傅冷静，毕竟佛尊活着是好事。师傅询问方丈看上的人是什么样子，他应该很快就能见到方丈里那个孩子，到时就会知道实力会是什么样子。因为大昭赢得了比赛，决定召开宴会，但他实在没想到有许多不速之客不请自来。南宫家的总军师领着手下全都来了，神医带着医疗部全部列席，还有管理财务的慧金阁也来了。李香姐姐安慰小少爷，因为庆典才来这么多人，大昭可以为了姐姐们请他们来此，但二哥怎么也带着人来到了这里。二哥听说弟弟要请客吃饭，作为哥哥怎么能不带人来捧场？见此，真昌决定去把不是直系的人全部叫来，重要的日子就该越多人知道越好。大家聚在一起吵吵闹闹的样子，这种气氛是多么的和谐。几个时辰之前还在刀剑相向，现在变得和家人一样。闻言，大昭询问真昌自己今天赢了多少，得知有20万两后，他觉得吃个饭用不了多少，让大家尽管吃喝不要约束。其实根本不用大昭多说，所有人都已放飞了自我。南宫川想插队，现在就挑战扫地老者。姐姐们也难得聚在一起闲聊。这时一人推门走了进来，自带的威压吓坏了所有人。大昭没想到父亲竟然也来了，他可是当世的武神南宫的家主。真昌见是家主到来，连忙介绍这就是南宫的家主。他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安静了，所有人都有种不好的感觉。大昭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事情，见总军师站了起来才放下心来，却听他只是说身体不适要先行离去。大昭被这波操作震撼，陆续的大家都在找借口离去，连南宫川长老也不例外。大昭没想到这些人只为了自己而逃跑。这时他的二哥走到父亲面前问安后也离开了这里，瞬间现场只剩大昭一人。家主此时才开口说话，让大昭跟着自己进去，有话要说。闻言，大昭只能默默地跟着过去。没想到竟会是家族的最高建筑之上，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家族，那些逃跑的人竟又都回到了宴会。神医不知道为什么叫大昭来此，而家主并未有做出回答。大昭也好奇父亲怎么和平时不一样，那种威压不见了，更多的是悲伤。难道是宴会没有叫他去的缘故？看来父亲也是有人性的一面。见杯子空了，他连忙上前斟满。他想起之前听说的事，酒一定要和父亲学习。家主听后皱起了眉头，那眼神让他非常害怕，怀疑是不是自己太过放肆了，赶紧解释是希望看到父亲开心点。这话倒是让家主一震，那个笑容让他想起了从前，那人每次见到自己都在笑，还以为对方是在看不起自己，没想到对方的回答只是心疼他而已。那人就是大昭的母亲，希望可以用笑容冲淡那空虚的眼神，即使他不在身边也要幸福，因为他们的孩子会代替自己。家主觉得有些无趣，大昭刚才说的一点也不好笑，这倒是让大昭有些惊奇。刚刚好像看到父亲笑了一下，一旁的神医见此也很吃惊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画面。第二天早上，大昭的府邸一片狼藉，而他自己也不记得喝了多少，头疼时一人送来了蜂蜜水，他也没注意是谁，喝完刚要谢谢，发现竟是自己的三哥。他是来恭喜弟弟赢得了比赛。昨天看完后，他有了个想法，四王战之前他会再次闭关，到时大昭应该也会在那出现，他会打败所有人成为赢家，很期待到时大昭的表现。但是看到二哥输掉的表情还是很开心的，而大昭一直在思考四王战，他竟忘了还有这个事情。各大门派20岁以下人参加的比试，从4种功法中选出4强，然后4强进行混战，直到剩下1人为止，那人就会被称为当代真龙，奖励就是可以满足任何的愿望。大哥赢了后只是想和父亲对练，而二哥是想知道所有武林的秘密。这个比赛之前他可是连想都不敢想，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如果能获胜，他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，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离开南宫家。为此他一定要战胜三哥才行。想到此，他连忙去找2个老者，从今天开始他要刻苦修炼成为圣者，但他的门客们还都在宿醉之中。大昭让他们赶紧清醒，想办法帮助自己，还有2年的时间，他必须变强才行。这时扫地老者走了过来，询问大昭是不是觉得进步变慢了。武林人都会有碰到壁垒的一天，想要打破壁垒只能靠他自己。大昭听后觉得和没说一样。园丁老者提议小少爷从头再来，练习武功都是由浅入深，先是熟悉武功的优缺点，然后去考虑面对多人的应对，还有适不适合偷袭。而小少爷则是全部跳过了这些，所以从头熟悉下所学的为好，然后询问大昭这段时间学了多少。大昭数了下自己所学，大概有157个左右。园丁老者没想到竟有这么多，重新积累基础大概需要10年，而10年后他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大昭可等不了那么久，众人以为他是对胜利的执着，其实他是不想丹田再次破碎。扫地老者听后倒是想到了个办法，但觉得可能还是很难实现。大昭见此让他快说，不然就去找侍女长，命令他永远不要理这个扫地老婆。没想到小少爷竟用全力管自己的私事，只能询问大昭听说过浪人吗？他们都没有系统的拜师学艺，而是通过无数实战追求提升，因此小少爷可以效仿此方法试试。大昭这里倒是有不少的人，老者觉得这里的人已不能磨练意志，况且他们都知道小少爷的身份，这倒是难住了大昭。他实在不知道去哪里找人比试，本来还想以4王战作为跳板，想起之前必输的对练都赢了，他决定不能放弃这次机会，一定要胜出才行。在找到办法之前，他会好好修炼。这天大昭愁眉苦脸地走出了府邸，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他还是没有提升。
三哥闭关不知道会变得多强。这么关键的时候，扫地老者还让自己出来。不知不觉中，他来到了军师的地方。进来后发现真昌竟在睡觉，怀疑这样的人怎么能是副军师。这时真昌醒了过来，没想到小少爷竟会来这里。他在整理文件时睡着了，是以往在四王战取得好成绩的人，这倒是引起了大招的兴趣。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转头就跑出了这里。他要去一趟二哥的府邸。闻言，真昌以为是去搞破坏，准备跟着大招一同前去。随后来到了二哥的府邸，希望可以帮着找些少林的秘籍，作为代理对练胜利的奖品。不过几本秘籍对于二哥来说很简单，但他很想知道大招会在四王战中怎么做。大招觉得自己什么都瞒不过二哥，所以还不如实话实说，他会在四王战中赢得冠军。二哥询问他是要打败老三吗？大招肯定了他的疑问。听后，二哥决定全力支持弟弟。没多久，大招要的东西就被找齐。回到家后，让众人先放下手中的事情，他需要带3个人一起去少林。闻言，真昌第一个报名。扫地老者疑惑为什么突然要去那里，大招表示当然是为了更多的实战。园丁老者知道少林不会轻易接受小少爷，大招也想到了这些，所以准备了一些诱饵。听后，2个老者觉得会很有趣，决定跟着前往。但小少爷需要先去得到家主的同意。没想到事情竟异常的顺利，2个老头兴奋地带了不少的行李。这时大招闻到了一股异味，原来是真昌带了一大堆的补药，并且还不让众人去碰，连忙转移话题，提议几人搭商会的马车前行。大招为了隐藏他们的身份，否定了想法。他们的路线要越快越好，但笔直前进根本没有正常的道路，对于武人来说就没有前进的限制。真昌可不是习武之人，这种前行的方式对于他来说危险重重。为了和小少爷一起，他只能坚持。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经历这些，竟会和无脑的武林人去做这些蠢事。还好他终于活着到达了河南。大招发现这里与南宫家所在的城市不同，到处都能看到江湖中人。园丁老者解释那是没有人敢接近南宫世家。这时真昌表示再也走不动了，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。见此，大招决定那就先去好好吃一顿。闻言，真昌想到一个不错的地方，倒是可以带着几人前去。没想到现实却很是残酷，最后来到了个很破的客栈。为了隐藏身份，那个会所竟直接把他赶了出来。他回去后一定要好好改变下政策。大招倒是不在乎这些，拿出了准备好的秘籍，让真昌去查下少林的经济情况。真昌表示情报很容易获得，但是可能需要很多银两去收集。大招让他不用担心，抛出了在金王那儿借到的令牌，只要是地下商会中什么都不成问题。而2个爷爷去调查下少林的情况就行。扫地老者询问小少爷到底要做什么，大招表示他要去清洗下少林的仓库而已。少林还不知他们将被一个少年所算计，正在全力为四王战做准备。方丈很欣慰看到徒弟们的努力，询问今年有没有突出的人选。师弟表示有个孩子很有潜力，在四王战上肯定会取得好成绩，夺回南宫家独占的真龙称号，假以时日必超过曾经的佛尊。方丈听到那个名字就生气，他们少林受的苦全拜那人所赐。这时一名徒弟急急忙忙跑来，方丈让他慢慢说，不要失了礼节。徒弟表示黑市出现了少林的秘籍，正是他们失传许久的十诀。见徒弟以佛祖的名义起誓，方丈让长老迅速到这里。那可是72绝技中最高的武学，当年为了抵御魔教学过的人都已不在，一定要在落在别人手中之前获得。得到命令后，4大金刚全部出动。随后扫地老者将情况告诉了小少爷。大招询问真昌那面准备的如何，真昌表示书是通过别人出售的，所以需要分给那人1成，扣掉费用他们能得到2万两银票到手。大招可不在乎那些细节。2个老者看小少爷的样子，怕他耽误计划，真昌让他们放心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。另一面方丈有些吃惊，说是1本竟带回了10诀中的2本，虽然这几乎花掉了他们全部的银两，但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银两可以衡量的东西。这时徒弟又匆忙跑来，方丈让他不用惊慌，2本都买回来了。徒弟表示剩下的8本也都出现在了黑市。师弟觉得这有些太蹊跷了，方丈也觉得像是有人计划好了一样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如果落到别人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只能买下所有的秘籍，只是他们手中的银两已不多了，只能借助俗家弟子的力量。随即下令必须把剩下的全部弄到手。师弟还是觉得不对劲，卖书的人对他们的银两情况非常的了解，希望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就好。此时扫地老者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，大招安慰他不要纠结了，这可是双赢。他得到了银两，少林收回了10诀，而且他们的计划已经将要完成。撒下的鱼饵已经把鱼聚到了一起，现在是他们抛出真正诱饵的时候。男孩竟想将少林的秘籍卖回少林，他知道对方见到一定会去买，因为那些都是少林失传许久的武功，只要他们花光银两后便可以实施计划。另一面少林确实将10诀全都买了回去，方丈很欣慰，终于可以光复少林，2年后一定可以重回武林顶点。这时大招出现打断了他们，背着真昌上山，让他累得够呛，他可是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僧人以为他们是香客走错了地方，大招可没走错，就是来见方丈的，因为有件东西要让他看看，就是这本大乘般若心经。方丈听后如遭雷击，那可是达摩祖师第1位徒弟创造的武功，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孩子手里？见方丈的反应，大招知道他要成功了，但徒弟们却让方丈冷静，
真纪怎么可能在这么年轻的孩子手里？方丈也觉得不对，让大招最好赶紧离去。见此，大招将秘籍扔了过去，让他先看看真假再说。但这只是手抄的上半部。听后，方丈将信将疑地翻开了秘籍，看到一半已说不出话来。大招表示现在他们可以谈谈了，这本秘籍只要50万两就可买到。方丈询问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，真昌也不再隐藏，摘下了帽子，表示自己是谁。方丈应该知道，他们要一统武林，今天就先从占领少林开始。大招让他赶紧闭嘴，不要瞎说。见此，方丈知道男孩在南宫家的身份不一般。大招知道少林现在已经没有银两了，他只是想和少林3代徒弟们进行实战对练，答应就会免费送出此书。众人认出男孩是南宫家的小儿子，怪不得对他们少林了如指掌，看来那个老头帮了不少的忙。大招让他赶紧决定要不要交易，如果不愿意，他会去华山派问问。方丈没想到会被一个孩子算计，为了复兴少林，他已失去了思考，被贪念彻底蒙蔽了双眼。既然如此，他做了一个决定。只见他拽下了自己的佛珠，扫地老者见此瞬间明白他的意图，决定要好好教训下那个后辈。大招不知道两个老者在干什么，但眼前的问题更加的麻烦，对方竟自己放弃了方丈之位，这样的话秘籍就吸引不到别的人了。方丈让众人不用多说，现在他已不是方丈，只是个武人，所以要不要再做个交易？大招疑惑他用什么和自己交换，方丈表示可以替大招和少林交易，只要自己能做到的都能答应。看来说的天外有天是真的，没有办法，大招只能同意。现在他们双方的位置已经发生了转变，